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燕儿。家里有客人啊。那您跟婶子聊着，我忘了买醋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妹妹，你姑姑，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，她是特意来看你的。差点以为暴躁老爹喜迎第二春呢。哦，是吗？来，我可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姑姑，您来的正好，今晚我备的都是我们鹤仙城的特色小菜，您正好可以尝一尝。不必了，我们施家大仇一日未报，我怎能食甘情安？爹，您是不是已经听说了，司马娇攻下了我们鹤仙城？没错，但这并非是一件坏事，这可是你动手的大好机会啊！他那么一个大魔头，我去不就是送死吗？你放心，不会的。你姑姑之所以来，就是为了帮我一起给你吸髓，尽快激发你的极寒之体，你的出手定会成功。又要吸髓？果然奏效，只能到此。真须惨死在司马娇的手里，我却不能够亲手替他报仇。兄长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虽然我们没有把他的极寒之体全部激发出来，但是已大有改善。再加上司马娇对他尚有情谊，心无防备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不怕他杀不了，我是怕他下不了手。那有了这道梦魇咒，望他能够下定复仇的决心。这大清早的，你在干什么？爹，女儿昨晚梦到兄长，心中愤懑，恨不得现在就去找司马娇杀之而后快。为父的努力，总算是没白费啊！爹，女儿现在功力大涨，恐怕会伤到你，可否让女儿出去输输筋骨？去吧，莫要在外边搞出事端来，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看来是让我糊弄过去了。昨晚这噩梦，怕也是爹的手笔。他满心满眼都只剩报仇了。这个璎珞项圈，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。停业！停业！停业！
若让我知道了你有二心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弟子不敢。公子今天不知道要搞什么，先是解散妾室，又叫全府上下清点老爷的家产，怪吓人的。哎，姑娘，我听出府的姨娘说，公子很是喜欢你啊。啊，大家都是做下人的，能否帮哥在公子面前美言几句？让我当个管事啥的，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哥也帮你。谢谢啊，这位哥，看你这模样，能当我叔了吧？我才20出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看你这发际线后移，以为你50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嘴着实不听话。看在公子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真不识好歹。姑娘，嗓子坏了，估计是太累了。你注意休息，我先去忙了。大家能不能别跟我说话了？这短短一天尽得罪人了。啊，让下。轻点啊。哎，师祖，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效果不错啊，不就是这件之事吗？听不到不就不用回答了？有意思啊，廖廷琰。不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我都听不见。你身后有池塘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缺德的样子特别帅吧？你诚心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捉弄我？我方才提醒过你啊，你身后有池塘，你自己不听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你现在为了给我找乐子，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为了捉弄我，你这个小学鸡今天也是很努力呢。若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，还玩吗？不玩了，拉我起来。我们去找这府上的管家玩玩。公子，老爷的家当都在这儿了。去钱庄全取出来吧。这，你顺便告诉外面的仆从，院子里摆的那几个宝箱里的东西，大家随意挑选，然后离开严府。公子，那可都是老爷最在意的宝贝。这，是。公子这是要做什么？老爷也不知道人在何处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派人把消息传出去，希望老爷收到消息，能赶紧回来。哎，这几箱既不是珠宝，也不是金银的，怎么最受欢迎啊？姑娘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咱这个城术法低微，而严老爷又很崇尚仙法，于是便从仙府各地搜集来了这些法器。法器？对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传音筒，这个呢是反弹镜，你看看，可短暂反弹对方的仙术。还有这个叫良缘木，只要把2个人的名字刻在这木头上，他们就会两情相悦。哦，我心悦花楼的花魁姑娘已久，打算
把我们2个人的名字刻上去。花魁啊，那我觉得你配不上他。你太过分了！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说出口的。你听我道歉啊，我道歉也是真心的。我不听。司马教什么时候把这真言之事给我关了？反弹镜。司马教，我们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被真言之事搞得大出洋相到什么时候？能不能烦请你帮我解开？真的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那你可知错了？当初为何对我说谎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顾虑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我就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如果连心里话都要被人听到，那活得多累啊！我讨厌别人的虚与委蛇，以谎言相待。任何人在我面前都不能有丝毫的隐瞒。师祖，我知道你一直被谎言包围。我知道欺骗让你感觉很孤独，而我呢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，没有人懂我的想法。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对方的心情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所以，不要再惩罚、折磨我了，好吗？你为了好玩，就让我这么不自在啊？在你看来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好玩？不然呢？为了你的大局，还是一切谋划不失败？最让人不悦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的真实所想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爱在荒漠开出心莲。你如果再敢用这种凡间俗物戏弄我，我就让你做一辈子水獭。司马教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
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你在做什么？抱着睡觉呀。你不是也经常抱着我这只小水獭睡觉吗？干嘛？你害羞啊？谁害羞了？真言之事都治不了你。啊？你给我解了吗？谢谢亲爱的师祖，我的心情终于逆转晴了。心情？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心情啊？脑子里像是被什么古怪之气占据了。莫非换了他说的什么恋爱岛？你们清谷天是不是只有你喜爱编文撰字啊？亲爱的又是何种形容？亲爱的是个老少咸宜的称呼，我一般用它称呼我亲近的人，也可以用它称呼最讨厌的甲方客户。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那你把我当作前者，还是后者？我对你肯定不是讨厌嘛，没骗你哈，实话。实话。你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把这个喝了，便能醒酒了。啊，我懒得自己喝。啊。来。我怎么变成人形了？你怎么看着我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何时看着你笑了？你看错了。走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司马昭还是那个直男性格。师祖去哪儿啊？杀人。杀人是你口头禅吗？师祖别冲动啊！你是凤山一族的人，求求你杀了我们吧！他们最近加快了逼我们繁衍血脉的速度，
就快大功告成，再使点劲儿啊！小心！出来了！我求求你杀了我们！我怎么可能杀自己的族人？我们本就是将死之人，让痛苦结束在你手上，都好过流干血之后被他们吃掉。求你，求求你动手吧！求你！来，小心一点。求求你！我不愿看孩子活着受罪，我不想让他们把小孩带走。你怎么能狠得下这个心呢？难道要让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像我们一样被当成畜生圈养吗？孩子我带走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这样悲人的日子，我是一点也不想过了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活在这样的炼狱里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如此活着，与笼中的囚鸟有何区别？快走！他们跟上，快点儿！走，快点，跟紧了。叔叔，给血和粥。叔叔，给血和粥。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我要喝粥，喝粥。给血。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？叔父说有了血就给粥喝，喝粥。给血，给血。叔父在哪儿？我要喝粥。告诉我叔父在哪儿。这里到底还有多少凤山一族的人？我也不知道。每一位身上有着火影太极的孩子，都会被送来白凤山。走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凭你们也敢拦我？我们有针对司马一族的阵法加持，料他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你以为你能救得了谁？他们的身体全都被下了禁制，一旦突破此处结界，全都会死。别跑！回来！停下！离开这里，你们会死！这样好过被当作畜生，被这样吃掉，永远不见天日。回来！
果然如此。既然你是司马教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教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教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教，他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脸色好像没刚才那么差了。终于让我救了你一回。江夏万军雷劫，冰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生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白玉之间。当羡慕一念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魂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真够留人的，也没喊过一声的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醉人，弹指间爱对花乱，最爱无言，惹不来一生时光，就算对视司马教，你快醒过来吧！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星生灵火已经培育完成。我原本想用这百凤山的凤山血脉来完成大计，没想到现在被他毁于一旦。他毁掉的东西，就用他的血来偿还。父亲放心，就算我们找不到司马教，但是庚辰仙府里何处没有八大宫的眼线？他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时。没错，都有我的人。父亲，不如孩儿现在回宫，为您打探八大宫的动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儿女情长？孩儿知错，但孩儿从来没有向您求过什么，唯独心愿暗许，还望父亲能够成全。真旭啊，不是为父要为难你，暗雪在你离开的那会儿就被司马娇给发现了，惨死在他的手里。为父无能啊，他暴露身份，也没有办法替他收尸啊。可算来了，外祖。好，好，好，看到你们没有受累，外祖就安心了。往后啊，你们便和其他学子一样，住在这陈学府内，务必要好好学习，
不要丢了我穆家和夜游宫的脸呐！看来我们真的是要去上学了。不去便是。这种学府枯燥得很。可是我们在借身份行事啊，不去的话暴露了怎么办？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稍后便随管家去陈学府验明吧。这你看过吗？这几个就看过，就是。夫子来了，夫子来了。众所周知，修为的高低决定了灵力和术法的强弱。这是咱们的老夫子，这也太……认真听讲。而灵根的多寡和不同，则决定了我等对五行灵力的掌控力，以及能用出何种术法。修仙之人不仅要刻苦修炼以提升修为，还要学习各类术法。根尘仙府能成为第一仙府，除了祠葬，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们真正在干嘛了。为我们提供了优于别处的修炼条件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我们有最多的术法典籍。大家也来练一练吧。基础不牢靠的人就是容易翻车。你不是想睡觉吗？怎么突然听起课来了？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我想着，我如果能够学习一点术法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帮上你呢。不必，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便好。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即使我帮不上你吧，那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能够自保的话，也就能不给你拖后腿啦。那上面的半吊子能教你什么？你最擅长用土、水、木系，用以攻击、防御与速度。你还可以用衍生术法。有点酷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可自由进入空间，无需再用这种东西储物。空间在我体内啊？空间在你的灵府之内，你若不在其中，无人能够入内。我试试啊。你这又是啥新鲜玩意儿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与师室亲近的氏族。你怎么知道这些氏族跟师室亲近呢？凤七阁武斗台的死斗，你忘了？哦，那你是通过当时的对阵局势，完成了他们的势力划分？你不会要把这些人都杀了吧？我不会杀这些弟子，我只是利用他们，转移视线里的方向，替我寻找灵火，争取些时间而已。看不出来你这个大魔王竟然开始在乎我们这些小喽啰的生死了。啊，你这就走了？
逃课不好吧？今日讲的是神魂与灵府。一个人的灵府是最隐秘的地方，绝对要保护好。若被闯入灵府，非死即伤。鸽子，那道侣怎么说啊？安静！哪怕是道侣，也不会轻易进入对方灵府，这是很危险的行为。若你真的有幸遇到能同舟共济、同生共死的同道道侣，或可尝试。但如今你们还年轻，也不知险恶，可千万莫要只顾贪图一时欢愉，而误了大事。怎么感觉我和司马娇像偷尝禁果的问题学生？神魂的交融是最亲密的联系，往往一人死，另一人也无法独活。这便是因为神魂的联系太过紧密，感情太过深刻，以致无法分割彼此。所以大家万万不可在此事上轻忽。还没谈恋爱就直接快到生死相许的阶段，我和司马娇现在分床睡还来得及吗？不对，我不知道这些就罢了，司马娇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难道他已经完全把我当作另一半了吗？哎，庭燕，今晚我也不在。哦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你想要什么吗？怎么这样问？我要出门，你若想要什么，我给你带回来。出差回来带礼物，真的好像夫妻啊。都可以，我不挑。好，等我回来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他怎么这么温柔啊？不会是真的是把我当成道侣了吧？师长们叫我来，可是寻到了司马娇的下落。叶公主，坐。近日啊，我师氏的亲族接连的遭袭，我也派人去查了一番，结果呢，也没有查到任何与司马娇有关的线索。不知叶公主能否也帮着去查查呢？师长们有话不妨直说。我的弟子在叶公主的殿前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是念九的蛇鳞。啊？师长们这是派人在监视我。这怎么叫监视呢？我们是盟友，盟友不应该彼此关心啊。只不过我这个盟友啊，有所隐瞒哦。那黑蛇是在我殿中，不过他并不知晓司马娇的下落。他并不知晓啊？是。他对你到底坦不坦诚，我们试探一下就知道了。他是唯一陪伴在司马娇身边的东西。叶公主猜猜，一旦知道这条黑蛇遇险，你说司马娇会不会出手相救啊？你是要我对黑蛇下手？舍不得。
那司马交在暗，而我们在明，想找他实非易事。师掌门，您最看重的云空镜湖中的鱼被人大肆夺了。什么？是何人所为啊？这是那贼人在湖畔剩下的。这是庭砚极寒之体的痕迹，看来他的修为比从前更进一层了。我的鱼，哎呀，咱们这个庚辰仙府是越来越乱。师掌门，你的这个运灵飞鱼自己都舍不得抓吧？鲜少见你跟我们大家分享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哼，被一个无名的毛贼给偷了。这形势如此乖张，谁呀？司马交？哎呀，他司马交不好好养病，跑你眼皮子底下来偷鱼。我们八大宫现在正在全力寻他，如果真是他做的，那这份自信也未免有点大了吧？就是嘛，这运灵飞鱼吃了对养伤也没有太大作用。他司马交脑子要是清醒的话，也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到你这儿来抓鱼啊。就凭他的个性，着实也难说呀。如果是司马交为了庭砚才去云空镜，就说得通了。来人！少公主，今日怎么没有送人进来？少公主，今日因师祖内事，各派加强了防备，符合您要求的女弟子恐怕有些难选。你明知我炼制功法极其耗费元神，为何不早早准备好？少公主息怒。你近日不是刚入结丹吗？应当是最为滋养吧。少公主饶命！少公主饶命！初回，娘，初回，你这是在何处寻得的邪魔妖法？娘，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寻来的秘术，不然的话，没有师祖的赏赐，我又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步入化神呢？但是少公主，你也知道，速成之法也会伤到你的，所以我才要找这些弟子来进补啊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寻的这些弟子啊，都是些不起眼的弟子，就算他们死了，都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那我怎么会知道呢？近几日我就听到传闻，你在吸食女弟子的修为，恐怕没有多久，其他的宫门也会找上你的。我堂堂一宫之主的女儿，竟然研习邪魔妖术，你让为娘如何自处？但是娘，您是一宫之主，就算被别人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总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啊！公主，不如让少公主去那洛河仙坊转转，一来散散心，二来那里地势偏远，都是些外府门派，真有什么事也不敢闹到仙府中来。洛河仙坊那么远，有道理，就这么定了。内府若是发生任何事情，你也可以逃过一劫。娘，能发生什么劫难呀？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。就这么定了，你早日启程吧。娘。